我们是四川人，我们都爱吃淀粉肠，我最爱吃淀粉肠，我们都爱吃淀粉肠，我们都爱吃。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唐月。一根烤肠烧出了中国的现实。11月初，山西大同4中有一个平凡的学校门口，一名女生买了根烤肠，竟然被副校长当场夺走了她的钥匙，还把她拖进了校内。她哭着喊：“还给我！”而副校长回头说了一句：“看我给不给你。”这不是校规，而是权力的猖狂。影片疯传后，全网都炸了，大量学生涌到了校门口买烤肠、拍照打卡，声援那个被抢钥匙的女生。有人问，在中国买个烤肠也犯法吗？而校方的回应更像是火上浇油，他们说这只是人流疏导。可问题是，如果真是疏导人流，你拔人家钥匙干嘛？更讽刺的是，这场学生自发抗议发生在海南上千村民喊出打倒海椒集团的3天之后，一南一北，一边是被压迫的村民，一边是被控制的学生。中国社会像被一股火点燃了，从田野烧进校园，从校园烧进了权力中心。就在这场烤肠革命的同时，在北京内部也在燃烧，有200多名红二代联名上书习近平，要求他立即确立接班人制度。他们说得很直白，习已过70，精力有限，再不交棒，红色江山要断在他手里。这可不是外人逼宫，是自己的红血家族在敲警钟。上书的人里有人说，我们不反共，我们是想保共，我们要保党，也要保命。但问题是，习近平会让吗？他敢让吗？当民众喊还我钥匙，红二代喊给个接班人，整个中国像在同时质问权力，这个国家到底谁说了算？继10月31号，海南省琼中县上千村民发起了打倒海椒集团的抗议行动后，时隔3天，11月3号，山西大同市第4中学又爆发了学生聚集抗议事件。这起被网民称为“烤肠事件”的风波，发生在11月1号周六中午放学时段。大同4中的一名女生在校门口小吃摊卖烤肠，结果被副校长阻拦，并强行夺走了她的电自行车钥匙，还有家门钥匙。网上流传影片显示，女学生跟在副校长身后，哭喊着说：“还给我，你还给我！”没想到，那位副校长不仅丝毫不为所动，反而恶狠狠地说：“看我给不给你！”说完，扭头便往学校内走去。女生上前阻拦，旁边的保安竟然强行把这个女学生拖拽进了学校。这个事件曝光后，女学生的遭遇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同情。大量的网民同情女生的遭遇，买个烤肠也犯法吗？也有评论指出，学校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垄断学生的饮食，让学生只能在校内食堂消费。11月2号到3号连续这2天，大量的学生和网民前往大同4中聚集，并在学校大门口拍照打卡，声援这名因为购买烤肠而遭副校长抢走钥匙的女学生。而对舆论发酵，大同4中回应说，网络视频存在夸大成分，但这一说法进一步激起了公众的不满。从11月2号到3号晚上，陆续有网友和学生前往大同4中购买烤肠、拍照并上传到网络，以此来抗议学校的粗暴行为和对学生的不公平，声援那位被夺了钥匙的女生。3号晚间，有一名疑似学校工作人员的女子出现在现场，试图赶走聚集在校门口的声援者。根据 X 平台账号为昨天的一个人披露，当地警察介入了事件的处理。11月4号，卖烤肠的摊贩被警察赶走了。面对汹涌的舆论，大同市第4中学在11月2日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说，学校高度重视，迅速成立工作专班，第一时间进行全面调查核实。11月4号，大同4中校方再次发布通报，指副校长之所以拔走卖烤肠的女生的车钥匙，
是因为这个女生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南校门学生出行的通道上，而当时正值放学人流高峰，为避免造成拥堵，所以副校长才拔下该同学的钥匙，引发双方争执。学校这个通报将副校长和当事学生这是各打50大板，说双方均有不当行为，目前已达成互相谅解，当时也归还了这名同学的车钥匙。然而，这份声明未能平息公众的质疑，部分网民认为校方以人流疏导作为理由，难以令人信服，指出疏导不是应该推走电动自行车吗？怎么还拔走钥匙，让电动自行车走不动了呢？有律师表示，因购买零食而被工作人员收缴个人物品的行为属越权违法，侵犯了学生的合法权益。截至11月4日晚，售卖烤肠的摊贩已被警方要求撤离，校门口现场是恢复了平静，但相关话题仍在多个平台上是持续发酵。海南民变还有大同烤肠事件，这2起事件一南一北是相继发生，虽然性质不同，但都反映出社会对当权者滥用权力还有过度管理的反感，以及由此催生出的民众抗议暴政的勇气。朋友们，接下来是一段工商时间。有一个小伙子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咬到了自己的口腔内部，出现了口腔溃疡。平常呢，一般都需要1周痊愈。旅途中，他试着吃了一支红海参凝胶，第2天呢，就差不多好了。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摘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的，配方是90%的深海野生红海参，还有10%的韩国红参，再加上纯天然的蓝莓原液，透过专利发酵做成了果冻口感的口服凝胶，清爽不腥，还带有果香。红海参呢，它本身就含有18种氨基酸、天然的胶原，还有活性钙，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够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非常适合长辈、成长期的孩子还有加班族使用。而且一盒有30支，带着走非常方便。早上空腹或者是运动后，随手拆开就能吃，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更特别。我们建议大家趁我们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有位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就囤了10盒。欢迎您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并输入大食局拼音的优惠码，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买满70美元，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11月3号，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在他的自媒体频道爆料说，近日有200多名红二代联名上书，要求习近平尽快设立接班人。这些红二代在信中要求习近平要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接班人的培养制度，因为这个政治制度不能丢。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习近平已年过70，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尽管医疗条件先进，但许多事务必须要交给精力充沛的年轻一代。在当下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经济压力山大，就业难题频发，年轻人普遍看不到希望的背景下，如果没有有序的交接班机制，党的基业如何薪火不灭，基业长青？他们呼吁选拔政治可靠、能力过硬、德才兼备的年轻人，确保接班人既有坚定信仰，又具备实践经验，还有治理能力，能胜任现代化国家管理和国际博弈。信中还强调，要构建长效机制，使人才培养、选拔和权力交接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平稳。他们还在信中说，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很早就开始选择培养接班人了，尤其是毛泽东早在延安就开始了，并且在1949年建政之后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因此呢，希望习近平也能建立一个接班人制度，尽快选出接班人。
据蔡胜坤透露，这200多名红二代和习近平一样，他们的父辈都曾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一样，在早期的战争中一起打下江山。但这些红二代如今大多已不在体制内任职，也没有公开反对习近平的记录。他们上书是善意的、苦口婆心的，不是逼宫。目的是保住中国共产党，保住中共的执政权力，从而保住他们的财富和特权。这些人呢，是自己与习近平是在同一条船上，认为不能让所谓的红色江山断送在习近平手上。谁是这封信的牵头人和组织者？蔡胜坤并没有提及，似乎呢是为了保护信息的来源。消息人士还告诉蔡胜坤说，这封信对习近平有一定影响。据说习近平选接班人的标准极为严苛，接班人绝不会从现有的政治局委员、还有中央委员，甚至候补中央委员中产生，尤其是那些60后的党政军要员，因为他们身上都打上了江湖时期领导人的烙印，元老对他们的影响太深。习近平呢，可能会从75后或者是80后中选拔，因为这些人基本都是在习近平时代成长起来了。与旧派系没有什么太多瓜葛，能确保不清洗他本人，也不偏离当前的路线。这听起来更像是一场权力洗牌的预兆。但问题是，党内其他人有发言权吗？蔡胜坤指出，中央委员级别以上的人在接班人问题上没有任何权利，甚至没有任何想法。一旦有人布局接班，下场可能就和孙政才或者是令计划一样的惨烈。就连和习近平关系非常密切的何立峰，也因栽培人马而受到警告。如今是收敛了很多，不再提人事建议了。而蔡奇呢，他得宠的秘密就是没有自己的班子和人马，让习近平是能够彻底放心。这样的党内生态就宛如一出宫廷剧，充满猜忌与制衡。问题是，习近平会让步吗？截至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有谁能够成为潜在的接班人选。不过，蔡胜坤给出了观察指标，答案呢将在中共21大上揭晓。如果习近平做出妥协，中共政治局人事将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动，例如非常年轻的人进入政治局或进入政治局常委。反之，如果高层仍由现在的60后主导，即使总理位置换上相对年轻的人，也绝非真的接班人。蔡胜坤还说，如果习近平在4中全会后拿下1、2个红二代来杀鸡儆猴，那就表明红二代已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他要彻底封住他们的嘴。但真能封住吗？红二代中本来就有一批反习派，因此红二代上书事件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波澜。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极有可能借坡下驴，以掩盖自己被去权的事实。蔡胜坤关于接班机制的分析指出了中共高层的结构性焦虑，而这种焦虑的另一面正体现在近期密集的纪律整顿与人事清洗中。从金融系统，再到烟草系统，再到中组部与地方党政系统，纪检风暴在4中全会后又持续升温了，显示了中央仍将清洗视为唯一统一控制的主要手段。11月初，中共最高检察院宣布对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副局长张天峰提起公诉。张天峰被指在陕西还有国家烟草系统任职期间是多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官方指控措辞罕见的强硬，形容他是靠烟吃烟，并指出其长期利用人事与市场权限谋取私利。作为2025年首名被起诉的中管干部，张案被视为今年反腐行动的重要节点，也象征着系统性反腐正向行业深层渗透。与此同时，政协系统也出现了罕见的人事异动。前宗主部副部长傅兴国在10月1日的全国政协党委会第14次会议后被免职，并辞去委员职务，成为第10名被免职的官员，并且是唯一一位完全离任者。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报道了另外9名被免职人员的情况。傅兴国曾任中组部副部长、
国家公务员局局长，是前中组部长陈希的重要副手。观察人士指出，副的异常卸任显示了中组部系统内部仍处于震荡状态，与近期针对陈希人马及宁夏官场的调查节奏相呼应。地方层面上，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的双重落马事件再次暴露了中共官场的腐败。三亚市纪委监委11月2日通报指出，崖州区前区长冯强工作时间沉迷打高尔夫，违规收受礼品及插手工程项目，被双开并移送司法。与他搭班子的区委书记林海，则长期沉迷于网络游戏，贪欲膨胀，公器私用，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等。这两人是同日被双开。中共持续的整肃与蔡胜坤所描述的高层接班焦虑形成对照，一边是权力缺乏制度化传承的焦虑，另外一边是靠惩戒与恐惧来维系权力的惯性。这种以清洗代替更替，以恐惧维持秩序的模式，或许能在短期内维系表面的稳定，但它同时在消耗体制内的信任与韧性。当整个体制只能依靠恐惧运转时，真正的危险是恐惧最终将失效。那时，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将会联合起来去改变它。而这种趋势，从近期民众的反抗来看，在中国民间早已是清晰可见了。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